哎，这东西冷门吧？大家好，我老牛啊。今天咱们一口气把古力特和雷电古力特全给测了啊。我们今天看的呢是这个古力特系列中两款通贩产品啊。可以看到这两款的盒子在 ACT 系列中是属于独树一帜的，与常规 ACT 的盒子啊风格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先来看这盒古力特的本体啊，可以看到古力特的产品线啊是直接把 ACT 系列一贯的侧边锋会给去了，后边依然是保留了产品的一个玩法介绍啊。首先呢，老牛也是之前发动态说过啊，古力特的这个 ACT 啊，居然和 SHF 是同一个大小啊，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搭配 SHF 系列的产品的。不过真骨雕发售时间也快了就是了。对比皮套可以发现啊，这个古力特大体上都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还原，但是啊，这个头部比例是明显做小了，手部的护甲是明显做的粗了，这也算是 ACT 系列一贯的美型度修改吧。包括身上的银色啊，都做的太干净了一些，皮套上的做旧啊就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还原啊。不过这款的头还是做的挺好的吧，就是眼睛的透明键可能做的稍微有点暗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古力特的可动性啊，头部向上还可以啊，向下就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幅度了啊，左右的幅度还是非常可以的。手臂平抬90度啊，曲轴比较拉胯，90度稍微多一点。值得一提是本款产品给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小臂可动性啊，胸弯的可动性就比较拉胯了，不管哪个方向都稍微有点局限啊。大腿的可动性还是勉强合格的，屈膝也有不错的幅度，脚掌的左右接地性也非常不错。最后还有脚尖一段可动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古力特的配件啊，首先是附属的这个光线啊，这个零件本身还是挺好看的吧，中间也是有做出这种高光的效果。不过这个根部依然是非常扎手的，而且感觉非常容易断啊，把玩的时候要多加小心。安装的时候需要将这个小臂上的零件给抠下来啊，可以看到我这个已经抠掉漆了。总之这个零件的拆装体验是非常非常差的啊，拆的时候是比较难找到一个发力点的，硬抠的话就会像老牛这样子啊，直接掉漆啊。最后将光线的根部装进去就行了。这个特效件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。本款还附属的有这个等离子之刃和屏障之盾啊，可以看到这个等离子之刃上面是用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亮的电镀色啊，看起来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。这个屏障之盾呢是可以上下活动的，不过这个剑呢装在握持手上是比较松的，盾就刚刚好啊。本款产品还附属到这么一个古力特圣剑啊，可以看到依然是用到了这么一个电镀色的涂装啊。这个配件的底部呢是把这个斧头的形也给做出来了，但并没有做出可替换的结构来还原剧中斧头的这么一个状态。这款卡在替换手型上还是非常牢的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古力特手型的球关是非常脆的，把玩的时候还是用吹风机吹热了玩，这样子能避免手型球关的这么一个断裂情况。古力特我们这边就讲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盒闪电古力特吧。盒子依然是没有侧边锋会的，背面也是把玩法给详细的展示了一下。OK， 我们这边看一下主体啊，我们拿古力特来对比一下，这个雷电古力特真的非常高啊。这个默认的素体拿出来以后呢，这个肩甲是比较松的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拿这个下层的肩甲支撑的配件啊，卡在这个肩甲上面啊，再把这个扣在人偶的这个素体上面就行了。可以看到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啊。另一边也是同理啊，我们这边就跳过吧。哦，可以看到这款其实做的还是非常好的。这个上面自带的脑袋呢，是把古力特的眼神给很好的刻画出来了。身上铠甲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，胸孔用到了大面积金属色涂装，而且还给渗线了啊。全身上下的装甲零件啊，用到的都是一个硬塑料啊，玩起来的手感有点像是战队的 Robo 啊。这个后面的背包真的非常容易掉啊，非常松，不知道这是不是通病啊。这个可动性就没必要看了，它默认的素体里面是只有手肘有可动性的，其他地方都是没可动的。咱们来讲一下这个换装玩法啊。首先把这个后裙甲给拔了，它起到的是一个插榫的作用啊。然后把这个头给拔了，把刚刚说到这个很松的背包给卸下来。然后这两个零件如果装上去的话，就给它拔掉啊。然后这整个胸甲就可以从后面开始给它卸开了，然后就可以给它从胸甲到裙甲整个取下来了。手部的护甲直接给它拔下来就行了，腿部的护甲需要把腿给翻开，这样腿就能取出来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两个腿部玩法是可以合体成一个战车的，将装甲翻折的同时把轮胎翻下来啊，前后都是这样操作啊。然后将这个炮口朝向前方啊，两边都这样操作完以后啊，第二层有这个中间的连接键啊，将两边合在一起以后调整一下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就完成了这么一个变形战车的玩法。OK 啊，接下来我们接着讲这个古力特的换装玩法啊。首先将这个肩甲抠下来啊，然后两边膝盖的这个黄色装甲也是要取下来的，再把小腿后面的装甲给取下来啊，取下来以后就可以看到装位了。最后就是这个背包后面的盖子也要抠下来，再把手型取下来，这样子就准备就绪了。首先我们把大腿的零件给掰开啊，让古力特踩进去合上就行了。里面是用装位固定的，所以说整个大腿的紧实度还可以的。另一条腿也是同样的操作啊，然后拿出另外两个肩甲固定的零件啊，这个是另一副零件啊，是专门给这个古力特的主体用的。不过这个零件的安装体验并不是很好啊，这个零件的间距开的是有点窄了，我只能靠着这样子从肩甲上滑上去啊，这样子装的次数多了，毫无疑问是会刮伤漆面的。装上去以后还需要把这个给翻上去啊，另一边也是同理啊，我就不演示了。然后把整个胸甲、裙甲像刚刚一样反向操作一遍就行了，给它穿上。这个换装的过程让老牛想到了凯5的 Arms Change 系列，最后再用这个插榫给它固定上就行。然后把这个背包从后面给它装上，肩甲插到卡位里固定一下。然后安装这个拳头的时候非常贴心的，这个侧面是可以打开的，这样子可以更好的对准球关啊。这时候就知道了小臂的可动性为什么给的这么关键了，可以通过这个小臂的频转来控制这个手臂外甲的频转啊，非常非常人性化。手臂安装好以后就到了我们最后一步了，将这个嵌套式的脑袋给它装上去啊。这个脑袋由于是通过卡位连接的，所以说它相较于原来的脑袋来说是没有可动性的。同时这个脑袋装上去也是看不到古力特的眼睛的。不过这个脑袋
头上的零件是可以来回翻折的。把古力特的主体换到里面以后呢，不仅是涂装变丰富了，身上的可动性也得益于古力特的素体啊，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加强，可以摆一些难度没那么高的动作了。不过你如果不喜欢这个头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头给拔下来啊，把古力特的头也给拔下来，然后把这个闪电古力特原装的这个球关连接的头装上去，这样子头部就有可动性了。不过老牛还是更喜欢那个嵌套式的头啊，老牛觉得这个头有点太小了，看起来没那个头看着比例舒服一些。配件里面是附属的有这个喷气口的零件啊，将它对准后面的背包直接安装就可以啊，应该是有这个喷气口才算得上是完全体吧。最后就是这个闪电特效键了，将它直接对准拳头插入就可以了。这个安装过程还是挺扎手的，把玩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吧。老牛对于这两款的购买建议呢，古力特的话可以等真骨雕发售了以后再观望一下会不会掉价啊。这款闪电古力特老牛觉得单收一个也还可以啊，这款单收的硬伤就是没有可动性啊，只能战尸，但这款造型非常不错啊，配件量有整整2层，价格也算不上贵啊，现在买回去等着以后搭配真骨雕也可以啊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我老牛啊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